Hello，大家好。这期我们来看这位卡莎下路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特效流，准备要迎来那个海妖了，海妖杀手。海妖做出来以后，到时候那个羊刀跟海妖的那个优先级就很高。因为这个应该是，这个是我的旧素材，所以会有一些东西没那么快。后续的话，我会更多的去录制一些新装备的一个出装，就是影响哪些英雄。目前来看，新装备啊，那个好像我看玩铁男的绝猴哥，在这里的话先打了起来。辅助先秒掉了娜美在前期的那个就是平内，因为他有那个 W 和 E 技能哈，E 技能可以增加平内的那个特效伤害，所以前期娜美的对线伤害是疼痛的，所以卢锡安跟娜美这两个英雄大多搭配起来，就是这两个英雄一般都会拆散，对方选卢锡安一定会把他的那个娜美给抢掉，不给对面选。队友过来，喂，再插一下 A 出来，对面辅助又回去了。就是那个钢臂啊，那件装备是那个版本陷阱，铁男不一定不适合出，不是端游啊，手游不适合做它，还是 AP 装备更适合铁男。AD 装备铁男收益太低了。但射手的话就另外一回事了，射手肯定会吃到钢臂和那个海妖，所以后面好几期的话，我可能会更多的去录制射手的那个。像对面卢锡安的话，这波回去其实是亏了很多钱的，亏了很多经济。这边给个眼，防止对面打野来越。这家打野也在这边啊，看到没有？盲僧果然在。有时候对面压塔的话，你一定要给这个眼啊，不要那么就是不要有眼不会放。到了1分半的时候就往上合到那个位置放眼就可以了。如果这家打野来了，那你就可以省下这个眼，在关键时刻去拿到关键作用。这里的话没办法跑了。这盲僧的话也很精啊，他直接就不交技能了，就直接。不想吃这个人头啊，因为吃这个人头有可能会被留下，他第一时间就跑了。然后卢锡安吃到2个人头 ，C 位卢锡安挺爽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回去的话可以掏2个小件，6分钟的话，第一件是100%能做出来的。这个时候对线的话就有压力了，因为对面肯定是西兰刀耀光做出来，耀光这件装备的性价比很高。所以前期的爆发卡莎是完全打不过对方的，只要娜美伤害就是被规避掉了的话，我竟然完全可以上来上嘴脸那种。你看，他只要找到机会，你往前走啊，他就直接上嘴脸，给你打一套先，然后再一技能拉开，你敢追的话，他又给你砰2枪，然后紧接着又是 QW QAWA 是吧？或者直接就是 WA。像对线的话，就是上去看到没有，这样子直接上嘴脸，给你打2套。但其实对面应该先做那个重伤。这样的话，伤害会打得更足一些，因为有那个谁啊，有娜美，对面有果子吃，直接给大招。盲僧过来了，这里交闪现就有点
浪费了，其实跑不掉了的。那个谁啊，卡莎前期伤害太低了，而且 Q 的技能没有进化，基本上没什么爆发伤害。队友这样子一个一个过来送，要裂开了。其实像刚刚前面为什么你能就是那个卡莎能打得过呢？就是能把对方打残，因为对面塞纳玩的说实话玩的很一般，没有娜美好。对面选个露露，这个时候这个什么，就是对于这个卡莎来说啊，其实前期有点崩，就只能说在塔下为首的吃兵线，压力会更大一些。但就是因为对面选了塞纳，而且对面选了塞纳以后，这个塞纳玩的也不是很好。塞纳的 Q 技能啊，要么在草那边去给对面无视野的那种压力，尽量不要 WQ 手 AQ 或者 QA。那没的话，直接被伤害灌死了。像塞纳这英雄，有个点哈，大家如果我喜欢玩塞纳的话，可以尽量是走在，就是尽量保证自己的位置是跟那个自家队友就是水平线上，就横向的一个水平线上，随时可以，如果你有 Q 的话，随时可以 Q， 就是队友状态不好的时候 ，Q 技能不一定要拿来打对方，拿来给队友补状态会更好一些。而且 Q 的灵敏度别太高，因为它有个位置，它可以往前一点，也可以往后一点，释放出来以后，有可能队友走一下位就没有吃到这个 Q， 所以灵敏度低一点，对 Q 的那个技能释放的会准一些，这就需要你们自己去调整。这里大招飞上来，直接集火秒对面射手，然后这个血量已经很不健康，赶紧回家。最后娜美收掉人头。这里到现在还没吃到一个人头，不过后面海妖做出来，就是海妖可以出以后啊，就是海妖这件装备出来以后，但那个卡莎的地位，像这种打印记的英雄可能会质的飞跃吧。不过其实海妖也没有说特别的强。没有说特别的强，但出来以后怎么说呢？能搭配羊刀确实很舒服。这里打不了了，队友的血量，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要做出一个判断。但这个娜美其实靠太前了。他必须得保证一个安全距离，给 W 就好了。毕竟是辅助嘛，辅助的话，杰拉这种英雄，如果说你辅助你想补输出，你像杰拉或者说卡玛都是那种远程丢完技能往后退，像对面就是大眼辅助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还是辅助，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的情况下，再去给队友帮忙输出，或者说增加 buff。但大部分情况下，就是射手走着比那个就软辅啊那些硬辅那就另外一回事啊，你不去扛伤害，那就是真该死啊。但软辅或者说 AP 辅助，甚至就是塞纳这种 AD 辅助。
不过说的也没那么标准啊，算是 ADC 辅助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他不是 C 位。但派克就属于这种另类，他是需要去操作，像巴德这种，就又是另外一种极端。这里飞上来，先秒掉对面残血。这里上来就上得很果断，这个闪现也给得很果断。这里回来追不上那边就回来补输出就好了。可以，2个人头进账。这个隐身，就有时候对方突然突进的话，你第一时间是摁 E 技能，而不是摁 Q。你立刻潜行的话，对方很少吧，手游很少会专门立刻插个针眼的。炮到了，可以。这里的话集火，但队友都不敢上，直接可以来拿大龙了，完全没必要去打那个塞恩。塞恩其实他的人头那些都不怎么，就是他死不死，我感觉他的价值都并不大。这塞恩还过来帮忙打是吧？这里的话直接来秒对方的辅助。这时候必须得走，因为对后面的话还有个 C 位啊，这个爆发是真能秒人的。哇，这个 Q 闪失误了，但后续接大招。这里队友没奶，赶紧吃下野怪补回点血。对面塞恩是有反甲吧？发现那个血量根本补不回来。像借弓和那个卢安娜的飓风哪个先出我呢？你自己可以做判断啊。如果说你秒对面 C 位，或者说就是对面有这种突进战士，你处理不了的时候，那你可能得先把借弓给做出来。但如果说对面只是有个塞恩，然后你完全可以越对方的塞恩去打后面的输出，就对面的 C 位或者什么的，秒掉对面，就是打盲僧这些，完全你打得动，那你就可以先做这个叫什么卢安娜的飓风，伤害是可以，就是有被动，伤害是完全打得动的，到最后。只不过就是处理的会没有说做借弓那么快而已，但对面是吧？其他人都死了，就剩一个塞恩，其实对面来说也没什么用。这里还差一些钱，刷完这个红再去吃一个中路线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但纽恩去了，直接去下路线，看能不能逮个机会。对方也很稳，直接飞上来秒，一套打出来。这卡莎这英雄确实变态。借弓做出来，其实这下子在蹲影子，但没关系，这里逮到这个塞恩，打输出就好了。
中在这儿 Q 不到 ，A 不到主要是。这里直接去拿大龙。这里放了一个常规眼位，看到了对方 W 命中，但对面3个人，这种直接飞过来，有闪现，哇，这闪现失误了，没过到墙，这种就是太着急操作了，但后期有队友，完全不虚了。卢锡安没人切。完了，那出大事了。这波就是单纯的闪现失误，导致自己没过到墙，太着急了。这狼人打的什么鬼？一杠几的狼人，1-10的狼人，这确定吗？我天，你确定这不是塞恩吗？我仿佛看到了送死刘塞恩的影子，是对面教出来的徒弟是吧？其实这龙无所谓的。但狼人又扑上去了，直接送。塞恩来了，把输出打在面前的人，这里飞过来，帮队友一起跟伤害，但完全打得过。这里切到后排，一个塞恩不怕，对方还闪现过来阻止你吃果子。有那个娜美，完全不虚。这里的话有个点续航不太够啊，所以不要做智慧默认，而是选择做那个做复活甲确实复活甲容错会高一些。等一手，他好像拿远古龙的。这里一技能过来，但位置很尴尬，卡住了。还好啊，这里面立刻交大招拉开了，不然被盲僧粘上来打一套就麻烦了。哦，对面杰拉中单啊！我感觉这杰拉这英雄查无此人那种感觉，一技能过来打一套，吃伤害了。完了，这里被踢死了，真善美。后续又被杰拉打断了一下控制打断了，但这里的话飞上来先秒一个。这永恩看能不能接到人，一个 Q 一技能拉开 W 回头残血了，但就吃到控制 W， 哎呀，残血没爆死。完了，这3个人集火是能秒的。对面杰拉这英雄太恶心了，就越打到后面，杰拉这英雄的作用就越来越大。其实做个那个什么会更好一些，做个那个峡谷制造者。
这狼人立功了呀！这样子的话，远古龙拿到。这狼人把对面的打野给爆了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软辅只需要在后面丢丢技能，虽然说关键时刻扛一两下伤害是对的，但大部分就是后期团战其实不差你那点扛伤害，反倒是需要你的buff 增益，持续的一个 buff 增益效果。永恩这样子上接大招飞过去，因为附近的队友造成伤害的话，大招范围内啊，你有队友造成那个控制效果的话，也是会给那个对面身上挂上那个被动的，这就是卡扎的一个被动效果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一波了，龙都可以不用打，因为盲僧是守不了塔的。那行，第一局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